Hello， 大家好，我是叮当狗，欢迎你又回到我的狗窝哦。这次去新加坡，叮当狗从旧金山飞了17个小时，晚上落地，半条狗命都交代了。还好咱坡上有人，省了做攻略的脑力。当地朋友带着叮当狗一行4人，开启了精致的新加坡 City 一日游。朋友设计的这条路线涵盖了阿拉伯街、滨海湾花园、金沙酒店购物中心、克拉码头这些必打卡的景点。还吃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椰浆饭餐厅、林俊杰的咖啡店，以及辣椒蟹超级网红店珍宝海鲜，一整天那是精致又休闲，喜欢的宝子可以直接抄作业哦。这精致一日游的打开方式当然是先来一顿精致的 brunch， 跟朋友约的是中午11点直接在 The Coconut Club 店里面见面，所以早上美美睡到9点，悠闲的捯饬一下再出门都来得及。谷歌地图告诉我，从酒店坐公交车去这家椰子俱乐部是最便捷的，于是我很听话的坐上了公交，正心情美丽的欣赏着窗外的风景呢，回过神来发现已经坐过站了，一阵慌乱，赶紧下车改坐地铁。这里也给宝子们提个醒，在新加坡坐公交车可得盯着地图看紧了，因为好多公交车只在车子最前面显示下一站的名字，是不报站的，而且要下车必须先按下车按钮，否则司机师傅很可能不停就直接过站了。同理，如果你在等的公交车进站了，一定要用肢体语言向司机师傅展现出想上车的热切愿望，不然没人下车的话，司机师傅一脚油门就从你脸门前开走了。这个开局虽然有个坐过站的小插曲，但走出地铁站看到阿拉伯街区充满异国风情的街景，心情一整个明媚起来了。去往椰子俱乐部的一路都是各种店铺组成的连廊，瞧着绿油油的壁画好醒目。哎，不能再分心了，赶紧去跟朋友会合才是。到了，就是这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店椰子俱乐部。餐厅分上下2层，上层用餐环境好一些，需要提前订位，下层是来店里有空位就能入座的。感谢朋友提前订了位置，我们这就直接上楼了。这家店是马来西亚菜，看名字就知道菜品的主题肯定是椰子，最有名的是椰浆饭，菜单很精致，但是菜名嘛，一看一个傻眼，全是马来名。最后还是请服务员给推荐了几道特色菜搭配他家的椰浆饭。饮料点了一杯 Coconut Water Cold Brew 9新币，冷萃咖啡加椰子水，可以选择是否加椰奶，我的这杯是加了的，咖啡带着清爽的椰香味。另外9新币点了个椰子，价格比外面贵了接近1倍，但好在够新鲜，还配了把铁勺，可以挖里面像果冻一样的椰肉吃。菜品的话，前菜点了3个，一个娘惹小金杯16新币，油炸的小金杯金黄酥脆，旁边碗里是甜咸口的馅料，凉薯、卷心菜、胡萝卜丝、炒墨鱼干和虾肉，喜欢辣的可以淋上些红色的辣椒酱，组装起来小小一杯，怪可爱的。再来是一个4轮豆沙拉18新币，沙拉调味酸甜微辣，里面这个菱形的是生的4轮豆，我人生第一次吃，非常爽脆，配上鸡丝、虾仁，还撒了点花生糖，这复合的味道很开胃，我挺喜欢的。另一个前菜是手工做的乌达6新币一个，用香蕉叶裹着混合了香料的鱼泥炭火烤制出来的，这家鱼泥里还有小块的鲈鱼肉，不过香料味偏重，不算是我的菜。3道前菜都是味蕾新体验，下面这套24新币的沙爹鸡肉串，这我熟啊。炭烤的鸡肉有烟火气，涂上甜甜带点奶香的花生酱，一口下去就确信自己真的来到东南亚了呢。这时候服务员端了个饭锅开始上椰浆饭了，饭会被放在每个人各自的盘子里，饭量可以自己跟服务员沟通，随饭都会搭一个溏心的煎鸡蛋，一份马来三八酱和花生米小鱼干，这一套是9新币。这个椰浆饭不愧是他家的必点，放到盘子上就是一股椰香扑面而来，泰国香米被奶乎乎的椰油包裹着，好吃，拌着蛋黄更是绝。吃椰浆饭配这个36新币皮脆肉嫩多汁的辣炸鸡，一吃一个不吱声啊。接下来是这个38新币的烤澳洲羊腿肉，上面小小的高粱爆米花可太可爱了。看视频也能发现，用椰奶和香料腌过的羊肉是非常细腻软嫩的，上面是薄薄一层羊油，增加了油润感，边上还搭配了小腌菜，可以解腻。最后还有一道虾汤炖蔬菜16新币，有卷心菜、豆腐皮、蘑菇木耳等等，也是甜咸口的。吃到这里，各位不难发现，这马来西亚菜很多都是带点甜味的，我这个苏州人倒是挺适应的，不知道北方的宝子们会不会有点难接受呢？最后收尾整了2个甜点，我都很喜欢，一个是炸香蕉冰激凌11新币，裹了面的香蕉炸得外表酥脆，里头甜软，
搭配菠萝蜜冰激凌，绿色的是自制的斑斓咖椰酱，我特别喜欢斑斓叶的清香。第二个甜点真心大爱，马来西亚的传统甜品尖蕊9新币，外加5新币就能得到一大球猫山王榴莲，榴莲杏仁狂喜呀！绿色的是斑斓叶染色的绿豆粉 jelly， 口感 QQ 的，下面是一大球刨冰，最底下是棕榈糖浆、红豆、椰奶和蛋奶，大家来的话千万别错过。感谢朋友安排这一顿非常有特色的街风 brunch， 一下把味蕾拉进了东南亚的热情怀抱。吃饱饱，咱们就正式开始这一天的 City Walk 吧。椰子俱乐部走出来，边上就是金顶白墙的苏丹回教堂。邀请去参观的宝子注意开门时间是周六到周四早上10点到12点和下午2点到4点，周五是不开门的。我们去的时候没开门，就在外面的特色街区逛了逛就撤了。这个时候是大中午，室外热的根本待不住。朋友安排我们来到了滨海湾的室内花园，有冷气真的救我狗命啊！下车第一眼看到 Super Tree 超级树，这个新加坡地标应该是来旅游必打卡的了吧？花穹和云雾森林这2个室内植物展馆肩并肩靠在一起，门票呢在国内某宝或者某腾上买会比较便宜一些。我个人觉得云雾森林很值得一看，相比之下花穹的话就缺少一些独特性，时间和体力有限的话逛个云雾森林就好了。云雾森林入口门一开，一股凉意裹着水汽就扑面而来了，在这35度的天气里就好像进了天堂呀。门口这个35米的瀑布，我不得不说，在视频上虽然看过好多回了，但是亲眼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哇一声惊叹。云雾森林占地1.5个足球场，里面聚集着超过150万株世界各地生长在海拔大概2000米高度的植物。为了模拟这些植物的生活环境呢，室内的温度常年都保持在23到25度之间。怕冷的宝子去的话，记得备一件薄外套。坐电梯到最顶层走这个 Cloud Walk， 这一趴是我最喜欢的。透过玻璃望出去是让人心旷神怡的海滨景观，环绕一周，有些角度能看到超级树和金沙大酒店。一层层往下参观的时候，这些墙上开的小洞也很别致，从里面望出去好像一个个植物画框，对面射进来的光线透过叶片，正应了那个成语鲜翠欲滴。走出馆前最后一段是在瀑布后面，有点水帘洞那个意思，也是别有一番风味。逛完2个温室植物园，边上步行10分钟就能到金沙酒店。朋友带我们从 Marina Bay Overpass 这个桥上走过去的，桥上拍金沙酒店角度不错。这一面看到的是酒店客房的阳台，沿着桥一路能穿过整座建筑来到另一面。整墙落地玻璃窗映着蓝天白云，看起来更加霸气侧漏了，有没有？金沙购物中心这个角度望出去视野很好，对面是鱼尾狮和有榴莲客之称的滨海艺术中心。听朋友说，这里每一层的店铺规划都是按照品牌大小来分的，不同消费水平的人逛的楼层都是不一样的。最底下是像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赌场一样，有个室内水道，可以坐贡多拉船。我们没有什么购物计划，在商场里晃了晃就走出来，准备去林俊杰开的 Miracle Coffee 坐一坐。路上经过这片倒映着摩天楼群的莲花池，有种阳刚和柔美的对抗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金沙这家 Miracle Coffee 的旗舰店开在艺术科学博物馆里面，整个咖啡厅四周都是玻璃，望出去就是滨海湾造型各异的建筑，视野很好。这里除了喝咖啡饮料，也卖甜品轻食，样子长得都可可爱爱的，很适合拍照打卡。鉴于一会儿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决定就点些喝的。这杯是 Brown Sugar Hojicha 红糖焙茶，8.5新币。这是一杯日本焙茶做的热奶茶，肉眼还能看到非常细的焙茶粉。如果不喜欢太甜的话，记得杯子上的这3颗棉花糖不要都化开放在奶茶里哦。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杯是 Miracle Milo 8.5新币，新加坡国民饮料美露，还是美露恐龙版本的。杯口上还挂了一圈巧克力，喝起来甜度有点高。朋友点了 JJ's Wonder Blend 9新币，据说是蓝莓香蕉酸奶的 smoothie， 不会太甜。在咖啡馆里歇歇脚聊会儿天，我们就转战克拉码头啦。克拉码头一栋栋彩色的店面跟远处依稀可见的旧喜街警察局彩色窗框遥相呼应。这会儿傍晚时分，还没有展示出克拉码头最活力的一面，稍后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就会看到它完全不同的面貌。不过我们先安排在码头边的网红珍宝海鲜吃个新加坡名菜辣椒蟹。我们点了个338新币的4人套餐，里面有一个脆炸苏东仔，
速冻仔就是迷你乌贼，炸得脆脆的，裹上甜咸口的酱，把底下铺的炸粉丝混在一起，吃起来就是把脆贯穿到底。这道鱼子酱鲜果生汁油条，这点鱼子酱加不加的也没啥区别，就是个噱头。不过油条我喜欢，蘸了芝麻炸的酥脆，嚼起来油香油香的。菠萝和葡萄外面裹着微甜的蛋黄酱，酸酸甜甜。下一道是栗蓉带子，外层香芋泥炸出一个脆壳，里面一颗 Q 弹鲜甜的大扇贝。这两样食材本身我都很喜欢，搭配起来很难不好吃吧。接着是咸蛋黄金沙炒大虾，咸蛋黄又是我的心头好呀，感觉炒什么食材都很美味，何况还是新鲜的大虾呢？有没有跟我一样咸蛋黄吃到最后必须舔手指的宝子？举个手。整个套餐唯一一道蔬菜是鲍鱼、花菇、扒西兰花。叮当狗一直 get 不到鲍鱼的美味，吃点咸口微甜的鲍鱼酱汁里捞的香菇和西兰花，咱也算补充了点纤维素。吃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你，主角辣椒蟹馒头上场了。不愧是获奖单品，蟹肉自然是鲜甜的，但最绝的是这个红扑扑、略略浓稠的酱汁，是辣、酸、甜、咸各种味道令人愉悦的组合，味道丰富，但互相又不抢风头。最要命的是拿来配外表炸的酥脆，内部香软蓬松的金黄色小馒头，蘸上这个辣椒蟹的汤汁吃下去。本来叮当狗正时差上头呢，一吃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接着一道主食，海鲜黄炒饭，中规中矩的，在辣椒蟹之后的话就显得平常了一些。最后一道清汤炖桃胶甜品，温柔的给这一天精彩的美食画上了一个句号。吃完晚饭，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空气里白天的暑气稍稍褪去，夕阳余晖中蓝天衬着粉色的云，美得令人陶醉。而这个时候的克拉码头也终于展现出它活力四射的一面。绚丽的灯光配合着五彩的墙壁，特别抓眼球。一路从商业街走出去，两边是各个国家的餐厅都有，还看到了咱们走向世界的海底捞连锁。当然最多的还是酒吧，后面看到不少老外三五成群的就往步行街里头走，看来这里是他们晚上泡吧的主场啊。朋友带我们进这家全新加坡最潮的超市逛了逛。Fair Price 是新加坡本土最大的连锁超市，而这个开在克拉码头的 Fair Price Finest 主打一个潮流时尚。一进门就看到有喝酒的吧台，也有美食区可以点了餐坐着吃。当然作为一个超市，正常的日用品零食啥的它都是有的，也卖蔬菜水果。看看这价格还挺贵，现菜300克2.04新币，跟美国超市价格差不多。水果区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架子上直接放着酸梅粉，据说可以用来拌任何水果，这真的很东南亚呢。另外有一区专门卖新加坡伴手礼的，当地的咖啡啊、肉骨茶料包和文创品都有。大家来克拉码头没事的话，也可以进这个超市逛逛。好啦，这就是当地朋友带完的新加坡精致一日游，不仅打卡了知名景点，吃货叮当狗的味蕾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给朋友点赞。没看够的宝子记得关注我，之后还会有新加坡 City Walk 和圣淘沙游的影片。我是叮当狗，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